Hello， 欢迎来到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的每周正念单元，我是 Ann。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进行一场非常特别，也可能对现在的你来说非常需要的照顾内在练习。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容许我温柔地邀请你，先放下手边忙碌的事物，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坐好，跟着我的声音，慢慢地放慢你的呼吸。我们今天要一起探讨的是如何逃离大脑的自动导航陷阱，帮我们找回内心真正的平静与力量。好，就让我们放松心情，一起深深吸一口气，慢慢吐气，深入今天的内在旅程吧。为了让大家对接下来的这趟内在旅程有个底，我们在前30秒先为大家勾勒一下今天的轮廓。我保证这短短的几分钟绝对会让你带走满满的实用工具。首先，我们会一起破解焦虑的根源，带你认识神经生物学里的焦虑机制。接着呢，我会介绍一套原创的 STAR 稳定系统，这是一个真的能有效帮大脑重新开机的使用工具。当然，我们也会聊聊怎么把这些概念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对了，千万别忘了留到最后哦，因为在今天的结尾，我准备了一个温柔的提醒，要为你解开身体压力累积的小秘密。这个秘密非常神奇，你一定会想知道的。好，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自动导航陷阱。身为爸爸妈妈或是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就是明明心里知道真的不该对孩子大吼大叫，但那句伤人的话就像是断了线的箭一样，射出去之后自己才懊悔的不得了。又或者明明已经累了一整天，好不容易躺在床上了，大脑却像个停不下来的仓鼠转轮，不断重播白天发生的不愉快，让你气到整个胸口发闷。亲爱的，我想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告诉你，这真的不是因为你脾气不好，也不是你抗压性太差，这其实只是我们大脑自然演化出来的一种保护机制而已。你知道吗？大脑为了节省能量，遇到熟悉的压力时，会自动跳过思考，直接做出惯性反应。但在我们继续往下深究之前，我想请你现在就在这一刻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你觉得身体的哪个部位现在感觉最沉重、最紧绷呢？是你的肩膀，还是眉心，又或者是胸口呢？请先不要去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单纯的把你感受到的部位写在留言区告诉我。就像我前面答应大家的，在今天的最后，我会为你揭晓这个沉重感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身体秘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来谈谈暂停的力量。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当生活里的混乱突如其来的时候，我们会产生那些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反应呢？其实这背后有着非常迷人的科学根据。在心理学上，我们常常说，最高级的自律其实就是懂得暂停。让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当现实状况跟我们的预期不一样的时候，比如说孩子突然在公众场合大哭闹，或是工作计划突然被打乱，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叫杏仁核的地方，就会立刻跳出来接管指挥权。这在神经科学上叫做杏仁核劫持。它会瞬间把你推入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原始生存模式。所以当你感觉到脑袋突然一片空白，雾雾的，或是胸口突然紧绷起来，这其实只是你的大脑在对你发出警讯，它正在用尽全力试图保护你呢。我们常常在遇到外界刺激的时候，就会立刻产生那种自动导航的惯性反应。但我们今天的学习重点就在于，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我们其实可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暂停的空间。请记得，这绝对不是要你去压抑情绪哦，而是要在情绪的洪流席卷而来的时候，先为自己盖一座稳固的观景台。有了这座观景台，你才有能力，也才有余裕去选择一个更有智慧、更温和的回应方式。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在心里建造这座观景台呢？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3部分，为大家介绍 STAR 稳定系统。先说，这可不是单纯叫你冷静下来、深呼吸那种空泛的口号，这是一套有神经生物学基础的重启流程，它能非常安全而且有效地帮你过热的神经系统慢慢降温。STAR 这4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了4个步骤：创造空间、调频、全感官觉察，还有智慧回应。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跟着我慢慢的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吐气。
我们准备一步一步，透过身体的实际感受，来带你走过这4个奇妙的阶段。第一步的 S 就是 Space， 为自己创造空间。这感觉就像是你帮自己按下了一颗主动暂停键。当你感觉到那股情绪快要爆炸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承认它。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命名即驯服。你只要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哦，我现在感觉到压力好大，或者其实我现在觉得好生气、好委屈。神奇的是，当你帮情绪贴上标签的那瞬间，你就已经从情绪的急流里安稳地站到岸边了。接着是第2步 Tuning， 也就是调频。这一步我们要将呼吸当作是你的锚点。这里有一个超重要的诀窍，那就是观察，但不要强迫。你不需要刻意去用力深呼吸，你只要像个温柔的旁观者一样，静静地观察空气进出你鼻腔时那种微凉的温度，还有感受你肚子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样子。只要在这个状态里停留3个呼吸的循环，你的自律神经系统就会收到一个我现在很安全的讯号，然后开始慢慢的降温。再来，我们来到了最关键的第3步 Awareness， 全感官觉察。这里的核心精神是不带任何评价的观察。很多爸爸妈妈在这里会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开始责怪自己：天哪，我怎么又失控了？我真是一个糟糕的父母。亲爱的，请立刻停止这种自我2度伤害。我们在这里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现象的清点。问问自己：我的下颚现在是咬紧的吗？肩膀是不是不自觉地耸起来了？试着听听周遭的声音，感受一下脚底踩在地板上的那种踏实触感。至于脑袋里那些自我批评的声音，就把它们当作背景的白噪音吧，听过就好，完全不需要去当真。最后一步是 R，Responding， 智慧回应。经过前面3个步骤的缓冲，你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被情绪绑架的状态了。现在，请带着满满的自我慈悲，问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现在这一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小事是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你最心爱的朋友，你会对他说什么安慰的话？请用同样的善意来引导自己前进，而不是把力气耗费再去纠正、去懊悔已经发生的过去。好了，理论听起来都很棒，但到了第4部分，我们要来谈谈真实世界的实践了。这可是将观念化为实质力量的时刻哦。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把这套 STAR 系统应用在我们每天兵荒马乱的日常场景里。让我们来想象2个大家一定都不陌生的情境。第一个，如果你在深夜，脑袋里还在为白天同事的一句冷言冷语生闷气，这时候试着用 STAR 系统觉察到这份生气其实是在保护你受伤的自尊，然后你可以温柔地告诉自己，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最重要的小事就是让自己好好睡一觉。那如果是另一个情境呢？当孩子在公共场所大吵大闹，路人的眼光让你觉得压力山大的时候，试着去感受你脚底踩着地面的那种支撑感，这会让大脑知道你现在是安全的，给自己暂停个10秒钟，然后再开口去引导孩子。你看，这就是把观念化为力量的真实时刻，你绝对做得到的。来到第5部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本周微行动清单，要让正念变成一种自动的肌肉记忆。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这些没有负担的无压力练习。这里有3个真的非常简单的微行动，邀请你这礼拜试试看。第一是红灯暂停，下次你在等红灯或是等电梯的时候，试着克制一下想滑手机的冲动，为自己做一次短短的 STAR 练习。第二是正念洗碗，洗碗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水流的温度，还有泡沫划过手部的触感，轻轻地把注意力带回身体上。第三是睡前感谢，在准备入睡前摸摸自己的身体，对它轻轻说一声今天辛苦了。这3个微小但具体的练习，真的能为你每天的生活注入巨大的稳定力量哦。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第6部分，温柔的提醒。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我请你在留言区写下的那个感觉最沉重的身体部位吗？现在我要来为你解开这个情绪仓库的秘密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身体想对你说的话。
如果你刚刚写下的是肩膀，这通常代表着你一个人承载了过多的责任感，还有太多我应该要怎样怎样的压力，你辛苦了。如果你觉得是眉心紧绷，那往往暗示着你最近可能过度思考了，你正试图去控制所有其实根本不可控的未来。而如果你觉得沉重的地方是胸口闷，那个地方可能隐藏着许多你还没有被好好处理的委屈，或是压抑下来的情绪。亲爱的，请记得，能够看见它们就是疗愈的开始。现在，我想再次温柔地邀请你，轻轻地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想象你把这口温暖疗愈的气息，慢慢地送到那个你觉得最沉重的部位。在呼气的时候，想象那些压力也跟着这口气一起释放出去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呢？那个地方的紧绷感是不是有稍微松动了一点，或者产生了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呢？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此刻最真实的感受。每天生活中，让我们一起练习温柔的生活吧。正念从来就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完美机器人，而是让我们学会如何用更宽容、更慈悲的心去跟自己的每一种情绪和平共处。我是 M， 真的非常高兴今天能有一段这样的时间陪伴你进行这场照顾内在的练习。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觉得有帮助到你，请记得先给自己一个温软的拥抱，然后欢迎你订阅 M 亲子书房练习曲频道，让我们每个礼拜都能一起练习每一首温柔的曲调。我们下周见喽，拜拜。